俄罗斯从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全部撤退之后啊，就把这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它给彻底给炸了，桥墩都给炸烂了哈。而且把赫尔松市是能带走的全都给带走了，连动物园的动物啊、纪念碑还有雕像都给运走了。哎，这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迹象。俄乌冲突现在你还看不到尽头，乌克兰很可能会遭到更惨重的打击。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我说的这种打击啊，它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军事上打击，第二个是政治上的，甚至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内部极端势力崛起，导致内乱而崩溃。咱们先说个小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看新闻报道的时候，俄军把赫尔松市动物园里边的那些动物都给撤走了。我看那画面上几个俄罗斯大兵正在抱着一头驴往那个车上运呢，哈，旁边还有一头鹿等着上车呢。我也真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品种的驴子啊？如此珍贵，要赶快运走。不过呢，在这个新闻里边有这么一个小细节啊，还挺有意思。这些俄罗斯大兵们，他们就说，他说这个驴子和这些动物，它要运往克里米亚，这就意味着呀，俄军是要保住克里米亚的，这无意中就透露出了俄军的安排。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这次撤退，那俄罗斯方面它是怎么表述的？它主要是4点。第一，赫尔松州仍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化。二，俄罗斯联邦对接纳它进入领土没有任何遗憾。三，乌克兰的立场是俄罗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四，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一旦实现既定目标，那就可以结束。这4点表述，我们如果分开来看一看哈，它有几层意思。这第一层意思就是，如果说俄军守不住赫尔松、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啊，那就撤。是吧？这是一个事实啊！别老说俄罗斯在下什么大棋弄个口袋，然后准备一个大反攻再把它夺回去。别说这个守不住，他现在就是守不住啊！所以现在呢，他想以这个第聂伯河为实际控制线，逼乌克兰承认丢掉了东边那4个州，而且呢，这个是和美国勾兑好的，欧洲那边肯定是乐意了，这西方合起来就把乌克兰给卖了。但是俄乌冲突不会因此而结束，会长期的坚持。俄罗斯都说了嘛，是吧？你乌克兰现在这个态度不可能和平结束，咱们就往下接着干吧。所以后续咱们可以预测，这个打打停停啊，这停停打打再谈一谈呢，就这么一顿轮换，就不停的这个交替，反正这个地方在我手上控制着，俄罗斯就这么干吧哈。这个呢，其实符合美国的需要，因为美国也不希望俄乌冲突这么快就结束。对俄罗斯来说，你接受不接受的吧，好歹这不是最差的状态，消耗也不是最大，他也就能妥协接受。那除非俄罗斯再出现拉胯的情况，让乌克兰咣在大过河哈。如果俄军再拉胯的话，那俄罗斯面对的可就不是简单的往哪里撤的这个问题啊，他可能会面临着解体垮台。第二，咱们虽然说你看啊，以这个第聂伯河为界啊，但是呢，赫尔松西岸地区，俄罗斯可说了，这是属于俄罗斯的啊。潜台词就是早晚我还得拿回来。至于说俄罗斯现在是说这个大话，还是说最终他有没有这能力，他是不是真的能拿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现在先把这把刀架在乌克兰的脖子上。咱们再说这个赫尔松市，它在第聂伯河的这个下游这个地区啊，那是一马平川，没有屏障啊。俄罗斯它就是因为后勤保障补给弄不上去，然后侧翼没有这个保护，所以它守不住，守起来非常的困难。那现在弄到乌克兰的手上，乌克兰也难办。你看啊，在赫尔松市的上游，不就是那个卡霍夫卡那个大水电站嘛？那有一个大坝，你知道吧？以前呢是乌军要去炸这个大坝，来威胁着俄军，因为这个大坝要是一崩坝的话，那底下赫尔松市这一块就全都完蛋了，是吧？哈，对俄军来说呢，以前那是个大雷啊。那乌军现在他这个接收了这个赫尔松市，那坏了。这就变成了乌克兰头上顶着的雷。另外呢，俄军可能随时猛烈轰击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俄罗斯呢也有可能把撤回来的这些部队重新进行集结部署，从别的地区发起进攻。总之，乌克兰这个潜在的军事危机很大，日子不太好过。第三呢，乌克兰现在不是有5条主张嘛，说要谈的，按我这5条主张嘛，就是那但很显然了，这5条主张俄罗斯怎么可能接受呢？美国呀，他也接受不了。乌克兰如果想和谈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你已经默认了乌东的4州归属俄罗斯，这件事是谁也不敢去谈吧？不谈你又打不过河去，这内部的激进派又要冒头，难免就会出现内乱。
第四，我们来看啊，这东部4个州事实上是已经丢了工业呢，这对乌克兰说，但是丢了一大半呢，至少损失了1/3以上的 GDP。泽连斯基政府怎么撑下去？这个财政是个大问题啊，这个往后还真不好说。而且由此呢，它会引发内部的政治斗争，这比遭受到军事打击来的还要危险。俄罗斯这招是软刀子杀人，杀人吧，他还要诛心。这话也说回来了，这个刀子把你能不能捏得住呢？对，我们得承认，俄罗斯的这个布局，它这个俄罗斯的转折，它带这个事态的整个这个节奏，它这一点的布局是可以。问题是它的能力和俄罗斯内部的情况，能不能让它攥得住这把刀子的刀把？我们后续继续观察吧。